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本期视频中，我将仅用 Blender 这款软件，在接下来的12分钟里，从一个简单的球体开始，一步步打造出一个精致的3D 角色。首先，用基本的几何体确定头部、脖子和耳朵的位置，然后将它们合并起来，并重构网格。接下来，我会大致确定鼻子、眼眶和嘴巴的位置。在角色大型还没有确定时，我觉得把一个地方雕刻得过于细致，可能会让我丢失角色整体的感觉。后期修改也会比较浪费时间。初期雕刻时，应该更关注于大的比例和剪影，而不是沉迷于局部的细节。当五官的轮廓基本雕刻完成后，我习惯加入眼球，并且确定好瞳孔大小。眼球可以帮助我更好地判断眼睛的大小、位置，还有眼皮的结构。如果在制作角色时无法判断角色的最终效果，我建议先简单的绘制出眼睛，这样可以帮助你找到角色的最终神态。在 Blender 里，刚开始就可以用贴图绘制或者顶点着色方式绘制眼球。我会用 Yuku Paint 插件简单绘制出眼睛的颜色，再用蜡笔来绘制出高光的部分。制作身体时，我也会用几何体拼凑出身体的整体剪影，将这些部分合并后，再通过重构网格为模型添加雕刻细节。在身体制作上，把大的肌肉结构雕刻好后，再把模型合并起来也可以，或者直接用现有的模型去修改，会更节省时间。当头部、身体还有双手模型在雕刻的差不多时候，我会先拓扑出一个完整的身体低模出来。拓扑过程中，我也会预留出口腔的位置。拓扑是为了能够利用缩果修改器将这3个高模模型整合成一个整体，同时保留高模的细节。这个拓扑模型也可以当做最终低模使用。接下来我会利用几何节点和曲线编辑功能制作睫毛模型，并且再制作一个眉毛模型。在制作角色头发时，我直接用 MP Hair 刷出一些头发的曲线方向，再将它们转成 Numbers 曲线。之后为每根曲线指定一个专属的轮廓。我希望尽量让每缕头发的横截面都有所不同。进入服装模型部分，围巾我用一个圆柱体增加适当的面数，在雕刻模式中用抓取平面布料笔刷和遮罩快速塑造出围巾的褶皱效果。打开材质预览，我会直接在身体低模上挤出并调整出服装的大致形态。在制作服装大型时候，会先确定好角色服装的色调还有服装样式，然后再添加其他部件模型。制作褶皱时有一个技巧，如果想要获得大块褶皱效果，不需要对模型进行过多的细分。低多边形模型不仅效果更好，还能避免因面数过多而导致的卡顿。在整体造型制作过程中，我还会为服装模型添加一个实体修改器，以便判断服装或其他部件的厚度。腰带部分，我设计了一个骷髅饰品，雪花则是先用阵列修改器制作，再通过晶格和缩果修改器将它们精准地吸附在骷髅表面上。在腰部，我会加入多条细腰带、小包和金属扣，以提升服装的整体层次感，并与整体衣服形成更好的疏密搭配。接下来进入拓扑阶段，在拓扑阶段，拓扑布线上，我会尽量沿着衣服褶皱与大的结构方向布线，因为这个不是游戏模型，所以不需要严格控制面数，尽量让关节运动的部分布线整齐均匀即可。接下来进入 UV 环节，我主要用 Zen UV 来展开 UV。在展开 UV 时，尽量选择不容易被看到的线段，
把每个零件单独展开，并且尽量让 UV 方向是横平竖直的状态，这样方便贴图绘制。之后，我将模型 UV 打包到同一张贴图上，将看不见的部分 UV 缩小一点，好留出多余的空间给重要的 UV。这样，在同一张像素贴图里，可以让其他重要的部分绘制出更多的细节。这个方法在游戏模型中使用非常常见。在烘焙发现阶段，在 Blender 里，我会用 Sample Bake 插件，将需要烘焙的模型分开摆放，避免重叠，这样发现不会采集到其他物体的信息。添加高模和低模后，设置低模烘焙的包裹范围，选择法线贴图以及其他需要烘焙的贴图，调整贴图尺寸并指定路径进行烘焙。另外，在 Sample Bake 烘焙时，必须开启图层的相机按钮，否则贴图无法烘焙成功。为烘焙好的贴图进行规范命名，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好习惯。在贴图阶段，我会用 UQPen 插件绘制贴图。在开始绘制贴图前，我先切换到材质预览模式，然后点击 Shading， 通过右键改变 Render Path 快捷键，我设置为 Shift-Ctrl-Alt-Q， 用快捷键，这样就可以快速在 Combined 和 Diffuse Color 之间快速切换，方便绘制贴图。我简单添加了一个 Shape Key， 做出张嘴动作，这样可以方便绘制口腔内部的贴图。在绘制贴图时，我首先会为每个部件设定基础的底色，以奠定整体色调。这个阶段我避免使用过于鲜亮的颜色，从而为后续逐步提升整体亮度预留充足的调整空间。鉴于这个插件的界面并不是十分直观，我特别注重对图层的命名，以避免后续修改时因图层混乱而带来的麻烦。在 UQPaint 里，你可以直接将制作好的图片投射到模型上。具体方法是：先点击添加 OpenImage， 选择制作好的图片，然后将图片中的 Vector UV 设置为 Decal， 接着在三维视窗中选择控制器，即可直观地调整贴图的投射效果。接下来进入绑定阶段，我会再确认发线方向是否向外，然后使用 AutoLink Pro 插件进行绑定，并添加了插件自带的表情骨骼。添加骨骼后，会手动调整骨骼的位置。选中已经绑定好的角色控制器，进入编辑模式，点 Shift-A 给辫子部分手动添加多段骨骼，进行再绑定。这里扭动时辫子看起来很奇怪。这个解决方法是单独分离头发模型，然后选择头发模型，加选骨骼，在 AutoLink Pro 插件里点 Bind， 重新赋予权重就可以解决了。之后，因为我不需要角色做复杂的表情，所以没有花时间在权重上，我只是单独给角色添加了一个 Shape Key， 作为微笑表情。之后进入 Pose Mode， 我首先会确定角色的中心位置以及身体和头部的朝向。对于手臂部分，我更喜欢采用 IK
来摆出 pose。IK 的优势在于可以直接的拖动手或脚控制器来调整姿势，系统会自动计算各个关节的弯曲角度，从而省去大量的手动旋转骨骼的频繁操作。确认好整体大致姿势后，再进一步细化细节，例如微调身体的轻微扭动、手指的动作等等，使得整体动作看起来更自然、更具表现力。进入最终渲染阶段，我会采用经典的3点灯光照明。首先确定主光的方向，并让主光呈现温暖的色调，以营造出明亮的气氛。与此同时，我会选择一个偏冷的补光，以形成适当的阴影和对比，从而丰富整个画面的层次感。Blender 的优势在于没有在 Ugo Paint 里烘焙贴图，我也能根据当前的灯光设置，直观地调整之前绘制的贴图图层。这种灵活性极大地提高了后期的制作效率。之后，我添加了轮廓光，以增强角色的边缘，使其清晰地从背景中分离出来，从而提升视觉层次感和立体感。在确定好灯光之后，我在 Blender 里进行了简单的合成，添加了一个辉光节点，并渲染了一个 AO 层，进行叠加，以进一步增强画面的效果。OK，这就是这个角色的制作流程。如果你对这个角色模型或者详细制作视频感兴趣，可以在下方链接找到下载地址。非常感谢大家观看，如果你喜欢这期内容，别忘了点赞、关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未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啦。我们下次见，拜拜。